大家好，再也看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最新数据，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加速崩溃。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数据背后反映出的严峻现实。前几天备受关注的一场经济学家论坛在北京举行，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在会上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：中国卖掉但没盖完的房子数量是盖完但没有卖掉房子的20倍。他引用了某大型房企的数据说，该企业盖完但未卖掉的房子约 3.6 万套，而已经卖掉但尚未盖完的房子则高达73万套，正在建设但尚未卖出的房子数量为35万套。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大约为 1.20分10秒。大家想象一下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有大量买了房子的人可能拿不到房子，这哪里是什么房地产市场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啊！这位经济学家估算，要解决这个保交房问题，财政需要投入约3万多亿元。可是中国政府现在哪有这么多钱啊？地方政府都已经债台高筑了。一份国际研究机构的报告更是触目惊心，根据2015年至今年上半年的预售数据，中国至少有4800万户预售屋未完工。4800万户啊，这意味着可能有上亿人买了房子却拿不到钩。中国房地产危机不仅不会很快化解，反而可能会越来越严重。大家都知道，水泥行业是房地产的晴雨表。那么来看看水泥行业的数据，简直惨不忍睹。根据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数据，2024年上半年水泥行业利润总额为负11.5亿元，企业亏损面超过 50%。 没错，你没看错，是负11.5亿，整个行业都在亏钱啊。中国水泥大数据研究院的报告显示，上半年全国水泥产量 8.5 亿吨，同比下降 10.76%， 创下2011年来新低，13年来的新低啊！这说明中国的建筑业已经陷入了严重衰退。20家上市水泥企业中，18家营收下降，7家降幅超 30%，11家企业勉强盈利，9家企业亏损。你能想象吗？曾经暴利的水泥行业，现在快一半的企业都在亏钱。一位行业分析师说，2024年上半年，水泥行业呈现出需求萎缩、竞争激烈、价格低迷、经营亏损的惨淡局面。一季度价格一路走低，进入2季度后旺季不旺，需求持续减弱。一位水泥行业高管更是直言不讳，从各方面数据来看，水泥行业下行趋势已成定局。2024年水泥产能或跌破20亿吨，19亿吨亦有可能。就连最坚挺的长三角地区也有可能在2024年划出平台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基建狂潮可能已经结束了，地方政府再也没有钱来搞大基建了。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的初步数据，9月份中国100家最大房地产公司的新房销售额同比下降约 37.7%， 至2517亿元人民币，降幅比8月份的 26.8% 更快。你们能想象吗？中国最大的100家房地产公司销售额居然同比下降近40%，这简直就是雪崩啊！尽管中共政治局上周再次宣布要稳定房地产行业，中国4个一线城市周末和周一迅速跟进，放宽了购房限制。但是，分析师们普遍认为，要使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市场止跌，仍需进一步放松政策。9月29日，广州成为首个取消所有购房限制的一线城市，上海、深圳和北京也相继放宽购房政策。可是，这些措施能否挽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颓势呢？在野认为，这些措施恐怕是杯水车薪，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问题，更是人口萎缩带来的长期衰退问题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
更是令人震惊。根据经济学家的估算，中国可能有多达9000万套空置房屋。假设每个家庭平均有3口人，这相当于可以承载巴西整个国家的人口。而与此同时，由于中国实行的多年一胎化政策，预计未来30年内人口将减少 2.04 亿人。你们能想象吗？ 2.04 亿人啊，相当于整个巴西的人口都消失了。一位国际研究机构的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人口不足以填满这些房屋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很多城市，特别是3、4、5线城市，未来可能会变成永久的鬼城，即使政府出台再多措施，也无法改变人口萎缩的基本面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中国央行周日宣布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方案，要求各家银行在10月底降利率。中国4大行也立刻跟进，声称正在拟定调整存量房贷利率的方案。看起来好像很给力是吧？但是一位台湾经济研究机构的专家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分析。他指出，下调利率的幅度并非问题的关键。事实上，中国在过去已多次调降新屋购房利率、房贷利率，但房价仍持续走低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些政策根本无法刺激房市。这位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问题的本质在于民众是否有钱以及有意愿买房。现在的调降房价、房贷利率可能会是提油救火，反而不会是改善。为什么？因为房贷利率下降，人们可能会去还房贷，而不会去买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位专家认为，事实上是因为3道红线后，再加上整个中国大陆经济政策的左倾，所以整个经济和社会消费力都明显的萎缩。那么高层的看法是，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房地产到底会不会崩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中国高层根本不在乎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崩溃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在拖延，没有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来救市。这位专家认为，中国政府的战略是让房地产占 GDP 的比重不断削减，直到总有一天降到无关紧要。但是这个过程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剧烈的影响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房地产真的崩溃了，会有多少人失业？会有多少地方政府破产？会有多少银行出现严重的坏账问题？这些后果真的是中国高层能够承受的吗？更可怕的是，从中国的经济成长率、法拍数量，或从中国裁员减薪的新闻，都可看出绝大多数人是没钱的。再加上5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出现显著成长，你房贷利率降再多，这些人也没钱买。再也认为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啊，经济不好，人们没钱买房，房地产不好，经济更加不好。这种恶性循环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一位国际投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，如果要购买中国30至50个最大城市的过剩房源，并转化为公共住房，而不考虑盈利问题，预计要花费4200亿美元的成本。4200亿美元啊，这还只是30到50个最大城市，还不包括中国3线、4线和5线城市的空置房屋。中国政府真的有这么多钱吗？更糟糕的是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，将更多资金投入这些房产根本没有意义，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居住。许多房产将成为城市和投资者的长期负担，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无法出售、失去价值但仍需维护的资产，部分房屋最终可能会逐渐荒废。一位国际研究机构的专家更是直言不讳，我认为房地产供应过剩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方案，根本问题是人口下降，鬼城将继续存在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真的出现大量的永久鬼城，那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景啊！目前官方数据显示，大多数城市房价
已经回到了2017年和2018年的水准。如果房价跌至2015年水准，更多房主可能会选择出售空置房屋，因为2015年是上一轮房地产繁荣的开始。但是，如果真的出现大规模抛售，房价会跌到什么程度？会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？那些靠房地产支撑的地方政府和银行又该如何应对？在野认为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现在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爆。而引爆这个炸弹的导火索，可能就是人口萎缩。根据预测，中国人口在未来30年内将减少2.04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即使现在的9000万套空置房屋全部被填满，30年后，中国还会多出1.1亿套空置房屋。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啊！1.1亿套空置房屋，相当于整个日本的人口都消失了，房子却还在那里空着。大家可以想象，30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吗？会不会大部分城市都变成鬼城？那些靠房地产支撑的地方政府会不会全部破产？中国的银行系统会不会彻底崩溃？在野认为，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挑战。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政策，改变人口萎缩的趋势，中国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的衰退漩涡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大家觉得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救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觉得这期节目有收获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咱们下期再见。